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今天这一次影片的内容是我一直想做，但是却又非常犹豫的一个主题。一方面是因为街头摄影的范围真的很广，每个人对它都有不同的定义；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自己因为背景知识不足，不小心讲出一些错误或是有争议的内容。我只能尽可能以一个爱拍照的人的角度来分享自己街拍将近10年来的一些心得感想。因此，如果影片中有出现不够精准的地方，也欢迎各位网友们在留言区协助补充与指教。在影片正式开始前，想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先按下订阅键，这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街头摄影。街头摄影顾名思义，就是在街头上进行拍摄。它是随着摄影器材逐渐小型化后所诞生的一种摄影形式。摄影师们终于摆脱了笨重的脚架与大画幅器材的束缚，能够自由地走进人群中。同时，随着摄影技术普及与拍摄成本的下降，摄影不再只为重大历史事件服务，而是开始走向与传统绘画发展类似的道路。转向记录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从路上的行人、街上的某个角落，甚至只是一个有趣的光影或者瞬间的感动。街头摄影让平凡的场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让普通人也能成为永恒影像中的主角。在摄影器材方面，其实只要是能够记录影像的设备都可以。街头摄影没有门槛，也没有正确答案，所有的标准都是由你自己而定。只要是你觉得顺手，而且画质也能够接受的，那它就是适合的相机。对于初次尝试的人来说，手机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体积小，操作简便，也不需要在前期还不确定自己的意向时就花费额外的预算。在正式上街前，我会建议要多加了解手中设备的操作方式，因为街头上随时充满着变化，尽可能对相机具有一定的熟悉度，才能够更好的应对不同的情境。同时，我会建议先专注于一个焦段，初期设下一定的条件来限制自己，比较不会因为选择过多而不知道从何拍起。最后，我会推荐初期使用的相机越轻越好，不要小看这几公克的区别，它很有可能是决定你是否能培养出摄影热情的关键。每个人感兴趣的主题不见得相同，像我自己比较偏好拍摄人物与环境间的互动，或是单纯某个我认为有趣的人物特写。老实说，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精准解释按下快门的理由。这是一段只有借由无数次的拍摄与自省才能摸索出的道路，而我自己也还只是刚踏上旅途而已。对于初次尝试的人，我建议不用顾虑太多，只要顺从自己的视觉与感受，去捕捉自己认为美的画面就行了。人类的视觉构造会使我们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摄影其实是将立体世界压扁成一张2维切片的创作方式。所以我会建议将注意力放在画面的结构与光影的分布上，试着观察线条、形状、明暗与节奏之间的关系，思考当3度空间被映射成平面时，哪些元素依然能传达张力。这或许是街头摄影师最特殊，甚至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技艺。我相信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应该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街头摄影师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拍摄路人。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那些被拍摄者能够接受这种近乎冒犯的行为却不反抗？包含我自己也常常收到网友的留言，问我为什么能在没有沟通的前提下这么近距离的拍摄。
有吗？摄影本身是一件侵略性极强的行为，观景窗中的人事物一旦被捕捉，只要底片或电子档案没有遗失，理论上就能不断被复制，达到近乎永恒的存在。而也正因为如此，街头摄影天生就带有一种伦理上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拍到最真实、最不经意的瞬间，但另一方面，这些瞬间往往牵涉到他人的隐私与情感。所以，尽可能降低自己带给被摄者的侵略性，是街拍中最重要的原则。除了能够提高拍摄成功率，也能减少后续的误会与争议。这部分其实牵涉到许多细微的技巧，在这支影片中，我会用比较简化的方式来分享自己摸索出的做法。首先，态度一定要大方，你要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并且带着正确的能量走向你想拍摄的对象。因为人的感知比你想的更敏锐，只要你靠近的方式稍有犹豫，就很容易被解读成不怀好意。你如何被他人感知，往往会直接决定他们对你镜头的反应。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外向的人，但只要拿起相机，我就会暂时放下那份内向，创造出一个当下合适的角色形象，来帮助自己完成拍摄。我称这种方式为表演式摄影，因为当我们走进人群，举起相机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成为他人眼中的某种角色。有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好奇的观光客，或是一个单纯热爱摄影、有点笨拙的门外汉，透过表情与肢体语言去消除相机的攻击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拍摄距离，由不同的人来执行，结果会完全不同。这些看似与摄影技术无关的细节，往往才是真正影响一张街头作品能否成立的关键。当我因为这支影片开始回顾自己的这些技巧时，我也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摄影师的外形。这里说的并不是五官的美丑，而是摄影师所传达出来的形象、装扮与体态。随着经验的累积，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些外在细节的重要性。举个例子，我自己因为疫情时期养成了随时戴口罩的习惯，但只要我打算拍摄某个可能直视到我的对象，我就会刻意先拉下口罩，露出全脸，这样能让人感受到更亲切、更可以信任的氛围，而不是觉得被一个遮掩身份的人偷拍。光是这样一个小举动，就能明显提升拍摄的成功率。这样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更多，但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懂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一定会期待每次出门都能拍到满意的画面，但事实上拍不到才是常态。这点不光是初学者，就算是拍了10几年的摄影师，也依然会经常遇到。我自己也有许多次因为没有满意的照片而反复上街拍摄，最后甚至直接舍弃整个脚本的经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顺利的过程，让我慢慢理解，街头摄影除了是一场视觉的猎捕，也是一场自我审美的修行。在初期阶段，我会建议尽量降低对成果的期待，与其追求拍得好不好，不如先学会拍得开心。让拍摄本身成为一件你愿意反复进行的事，因为一旦太早陷入比较优劣的焦虑，很容易让那份刚萌芽的热情被现实的挫折所熄灭。摄影的进步在于你愿意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仍持续拍摄。我非常建议大家在拍完后，不要立刻带着批判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作品，可以间隔几天再回头看。因为当我们脱离拍摄当下的情绪，才能够更客观地看待照片本身。当下觉得好的照片，可能其实只是因为现场的情境所致，而那些被你丢在资料夹角落的废片，或许在沉淀之后反而会有不同的魅力。因此，其实我很推荐初学者尝试用底片相机拍摄。并不是因为底片更有味道这种玄学，而是因为在当下你是看不到成果的，这会迫使你更专注于每一次按下快门的理由。你会开始思考，这个画面值得吗？我是不是曾经也因为现在的情绪而拍过类似的烂照片呢？这种反复思考的过程会不断地提升你的审美，让你的下一次选择更有意识与分量。
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正如同我在开头所讲的，这些只是我这几年的一些个人心得，并没有任何的权威性或是专业背书。如果有任何你认为不对或是不同意的地方，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互相交流。希望这次的分享能提供给想要尝试街头摄影的朋友们一个开始的方向。如果各位也喜欢类似这样的心得分享，我会再找时间针对一些细节做更深度的展开。当然也不要忘了按下订阅键。我是Eason，我们下次再见，拜拜。